今天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老美真实的人骨人皮商店。大家好啊，我是戴红。最近爱泼斯坦档案以及美国斩杀线的话题非常火热，其中关于吃人呀、人体器官买卖等骇人听闻的词语是频繁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。其实大家不必多虑哈，事实没有传闻中那么魔幻。在美国，人体器官买卖是不合法的，能合法交易的不过是人类的骨头和皮肤而已。关于人骨和人皮的买卖这方面，在老美不是啥秘密哈，都是明着来，人家一点不感到忌讳。仅仅是网上店铺就有好几家，往期视频里咱提过一嘴，但是当时大家貌似都以为那些是模型。在此我提醒各位同志哈，接下来这些店铺里的人骨都是从真人遗体上取下的真实骨骼。根据不同店铺的说明，其中大部分遗骸应该是来源于印度，还有很多没有给出明确的来源。咱们接下来仔细观摩一番哈。首先是一家以化石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店铺，它的主要商品除了恐龙化石之外，还会卖一些现代动物的骨骼。但是当咱们点开它的商品分类细细观察，会发现其中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呀。因为除了动物标本之外，我们还会看到一个人体标本的选项，分别是人类头骨、人类骨骼以及单独的某块骨头。当我们点击进入此板块之后，店铺还会贴心的给我们解释，在美国大部分州拥有和出售人骨是完全合法的，只有佐治亚州、田纳西州、路易斯安那州以及现在的明尼苏达州对此有所禁止。可见这几个州没有其他州自由哈。关于人类头骨的这个分类里又分成了3大类，分别是正常的人类头骨、病理性的人类头骨以及胎儿和儿童的头骨。大部分头骨的价格在1000到3000美元左右。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爱泼斯坦档案的洗礼，我看到成人头骨的时候已经不是太震惊了。毕竟流浪汉寄了之后被卖到这种骨头公司处理了，也不是啥特别罕见的事情。关键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儿童头骨呢？我都纳了闷了哈，这么小就变成流浪汉了吗？还是说爱泼斯坦文件照片里的那些孩子真像大家猜测的那样被吃了，然后骨头让卖了吗？确实有点不太能细想，细想了过于掉散呀。咱再换一家店哈，这是一家位于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城的大型骨骼商店，这家的规模比上一家还大。在宣传照里咱们能看到店铺内甚至还有鲸类的骨骼，看起来是相当壮观哈。而且这家貌似业务类型还很多，它不仅仅卖骨骼，还有清洗骨骼的服务。在店铺介绍里专门提出可帮助大学和医疗中心清洗标本，并且他们的专业团队会一丝不苟地清洁每一颗头骨，致力于保护每颗头骨的复杂结构，听起来是相当敬业呀。这家店铺估计确实是主要给医学院提供真人骨骼，其中的很多商品都分类很清晰，把人类的各个部分的骨头都排列的是井井有条啊。然后重量级店铺出现了哈，咱们来参观一下专门卖人类骨骼的店铺。这是一家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人骨店铺，在美国那边是相当火热。该公司销售人体所有骨骼，包括脊椎头骨和完整骨架，吸引了包括人类学家、学生、收藏家和艺术家在内的各种客户。公司的创始人乔恩·皮查亚·费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多次提到，他的目标是消除大家对人骨贩卖行业的污名化，让每个人都能接触到骨骼学，而且他希望这些骨骼能用于教育目的。随着科技进步啊，很多医学院逐渐放弃了真正的骨骼，转而使用塑料模型。但乔恩认为，塑料始终无法替代真品。虽然他的说法貌似很正经，但还是有人对他提出了质疑。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维克森林大学的法学教授汉尼亚·马什认为，出售人类遗骸是不道德的，因为这些售卖行为往往没有得到骨骼本人生前的同意。他认为人们不会在去世前要求将其死后的遗体制作成白骨，尤其是那些胎儿，而最终被处理成骨骼出售的不是社会特权阶层的骨头，而是那些生前被边缘化的人。他们在死后会遭受进一步的非人化和边缘化，实在是非常残忍呀。对此，乔恩·费里做出了明确的改变，比如在其网店中加了一句话，希望买家尽可能尊重地对待这些骨骼。然而貌似没有什么卵用。咱来仔细观摩一下这家店铺哈。店铺的商品分类分成了头骨、长骨、各种骨骼、关节、稀有物品以及可穿戴的物品。这个可穿戴的物品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貌似是一些金属制品，大家不用担心哈，没有那么掉散，起码没有把人骨做成手镯那种情况出现。其中人类头骨是相当齐全呀，男女老少、健康的、患有疾病的都有，价格从1000多美元到7000多美元不等。这家的儿童头骨是格外的多，而且介绍很详细。比如这一个未切割的儿童头骨，在店铺介绍中写道，这是一具极其罕见的儿童头骨，未经切割，表面呈现白色包浆，牙齿齐全，鼻骨也完好无损。儿童头骨通常因脆弱而受损，但这具头骨却保存完好。由于头骨上没有任何切割痕迹，人们可以欣赏到它未经雕琢的雄伟壮丽。这具头骨最初由一位
为人士捐献，旨在推动医学发展。如今已从医学收藏走向公开市场。这具头骨来源可靠，保存完好，且经过精心挑选。我实在是很疑惑哈，根据介绍里写的，这具头骨是被某人捐献的，那么此人和头骨的所有者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位早逝的孩子在生前遭遇了什么呢？有没有遭遇过某些刑事案件呢？每一具人骨商品的背后，都有着无数的谜团，也可能隐藏着骇人听闻的惨案。然而最恐怖的是，这样拿来售卖的儿童头骨，简直多到数不清啊！然后长骨这一板块主要是卖单个的耻骨、胫骨、股骨等骨骼，价格比较便宜，普遍在几十到200-300美元。完整的人体骨架价格在7000多到9000美元左右。点进去仔细看了一下介绍，发现大部分完整的人体骨架都来自于女性，有上世纪20年代制作完成的，也有1970几年到1980几年制作完成的。这些其实都还好哈，毕竟能解释成是为了医学研究，还算是能理解。我比较无法接受的是，为啥会有这种用头骨制作的所谓艺术品、装饰品、摆件一类的呢？我很难相信有医学院会使用这种被做成台灯样式的人类头骨来教学。这种拿着别人的骨头来制作所谓艺术品的店铺不止这一家，还有一些更离谱的。比如这一家卖的商品里有把人类头骨切碎做的跟地球仪一样的，这个多多少少还能解释成用来观察头骨，跟医疗教学还算是沾点边儿。另外的几个用人类手骨握着一柄小花的，拿人类头骨和骨交叉固定的这种，我实在是想不到其受众是什么人。看完了人骨头，咱再来讲讲卖人皮的。最近网上有很多关于用人皮制作皮包、衣服等的那种猎奇视频流传，其实那是假的哈，是一个动物保护组织整的烂活。真实的卖人皮的网站页面看上去是相当小清新的，不仅不恐怖，反而还给人一种很有文化、很高科技的感觉。当然它确实很高科技哈。这家公司是一家医药公司，主要进行药物研发以及化妆品研究的相关服务。其售卖的商品以各种人体皮肤相关的产品为主，其中最昂贵的产品是价格500美元的20平方厘米的冷冻皮肤，和价格高达1250美元的50平方厘米的冷冻皮肤。每一份冷冻皮肤在发货的时候还会附带这份皮肤捐赠者的信息，比如年龄、性别、皮肤所在部位等等。可能是因为这家公司有化妆品研发相关的服务，这些皮肤的捐献者有90%是女性，60%捐献者的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。除了整块的皮肤之外，此公司还售卖新鲜的人类皮下组织，每块15美元，一次至少购买100克。据产品介绍里描述这些人体皮下组织可用于多种方面的研究，比如皮肤药物吸收等。相比人骨来说，貌似老美对待人皮的态度更加严肃科学一些哈。关于美国人骨和人皮商店的介绍在这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喜欢的话就能点个3连就关注。我是戴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，加油吧大家！